很多人现在盯着微软的 K 线图，心里都在犯嘀咕。从高点跌了快27%，不少技术派说头肩底已经成型，马上就要开启反弹。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问我，现在是不是抄底微软的最好时机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会拆透微软技术面破位的真相，以及 Meta 横盘背后的资金博弈，还有即将落地的2个足以改变市场走向的关键事件，帮你避开现在最容易踩的抄底陷阱，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安全的入场窗口。现在整个市场的情绪非常分裂，散户觉得科技股跌了这么多，估值已经回归合理，遍地都是黄金坑，但机构的动作却完全相反。最近1个月，7巨头的机构净卖出量已经创下了过去2年的新高。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已经跌了多少，而是大家对下跌的原因理解错了。很多人觉得这次调整只是技术性回调，等情绪消化完就会继续上涨。但我观察到的信号是，这次调整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智行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，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。美银最新发布的市场监测报告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仔细看。报告里明确指出，目前标普500的综合估值指标已经触发了70%的熊市预警信号。这个信号在过去50年里只出现过7次，每一次这个信号出现之后，市场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平均跌幅都超过了15%。很多人会说这次不一样， AI 的基本面比2000年强太多了，但数据放在一起对比，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顶峰的时候，纳斯达克前10大成分股占指数的权重是48%，而现在标普500的7巨头占整个指数的权重已经超过了50%，市场的集中度甚至比当年还要高。这种极端的集中度意味着，一旦龙头股出现调整，整个大盘都会被拖下水，而且现在的市场流动性比2000年的时候要脆弱得多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我们先来说说微软，这也是现在大家争议最大的一只股票。很多人看好微软，是因为它是 AI 时代绝对的龙头，手握 OpenAI 的核心资源，未来的增长确定性最高。但这件事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另一个细节。微软的 AI 故事讲了快2年了，股价也从200多美元涨到了最高的55美元，现在的股价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至少3年的 AI 盈利预期。很多技术派现在都在说，微软走出了一个标准的头肩底形态，颈线位置在430美元，只要突破这个位置，就会开启新一轮的上涨行情。但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个头肩底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诱多陷阱，真正有效的底部形态一定是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来确认的。但微软这个所谓的头肩底右肩的成交量比左肩低了接近40%，整个形态都是在缩量的情况下画出来的。这种缩量形成的技术形态没有任何资金共识作为基础，只要有一点抛压就会直接跌破。上周微软已经放量跌破了430美元的所谓颈线，最低摸到了402美元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性回调了，而是趋势性破位的开始。如果只看股价跌了多少就觉得便宜，很可能会看反方向。机构一旦确认趋势反转，接下来的抛售会比之前更加坚决。再来看微软的基本面，很多人觉得 AI 是微软的护城河，但现在 AI 正在变成微软的甜蜜负担。过去4个季度，微软的资本开支同比增速都超过了50%，而且还在不断上调全年的资本开支预期。这些钱大部分都投在了数据中心和 GPU 采购上，短期之内根本无法转化成对等的利润。也就是说，微软现在赚的钱几乎都又投回了 AI 基建里，股东能拿到的实际回报其实在下降。机构投资者看的不是遥远的未来，而是未来12个月的盈利预期。当他们发现微软的盈利增速跟不上资本开支的增速，自然就会选择减仓离场，这才是微软最近持续下跌的核心原因。接下来重点盯紧微软的2个关键价位才是重中之重。第一个是390美元，这是过去半年微软的最强支撑位，也是很多机构的成本线附近。如果这个位置被有效跌破，说明短期的下跌趋势已经完全确认，接下来很可能会快速下探到355美元。另一个就是355美元，这是去年 AI 行情启动的起点，也是微软的真正生死线。只有跌到355美元附近，微软的估值才会回到相对合理的区间，那个时候才会出现真正有性价比的买入机会。
在这之前，任何抄底的行为都和接飞刀没有区别。说完了微软，我们再来说说 Meta。和微软的单边下跌不同， Meta 最近2个多月一直在450到520美元的区间内震荡，没有明确的方向。很多人都看不懂 Meta 现在的走势，表面上看是没有方向的横盘整理，但背后的资金逻辑和微软完全不一样。微软是机构在持续净卖出，而 Meta 的机构持仓比例在过去1个月反而上升了 3%， 这说明机构并没有放弃 Meta， 反而在借着大盘调整的机会悄悄吸筹。之所以没有直接拉升，是因为大家都在等一个明确的催化剂，也在等市场的不确定性落地。Meta 的核心优势在于它的盈利效率，同样是投入 AI Meta 的资本开支增速只有微软的1半，但广告业务的利润率却在持续提升。今年第1季度 Meta 的广告收入同比增长了 33%， 更重要的是 AI 驱动的精准广告已经贡献了超过1/3的广告收入。这说明 Meta 的 AI 投入已经开始产生实实在在的回报，而不是像很多公司那样只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。而且 Meta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，就是它的回购力度。Meta 自2017年以来一直保持积极的股票回购政策，2025年全年累计回购规模达到 262.6亿美元。虽然公司在2026年第1季度暂时放缓了回购节奏，但充裕的现金流仍然为未来的股东回报提供了坚实基础，会对股价形成一定支撑。当然 Meta 也不是没有风险，它同样会受到大盘流动性的拖累。如果接下来美股出现系统性的调整， Meta 也很难独善其身。但从相对收益的角度来看， Meta 的抗跌性会明显强于微软。如果市场真的出现恐慌性下跌， Meta 会是第一批率先反弹的科技股之一。我更倾向于把 Meta 现在的横盘理解成在蓄力，而不是在出货。接下来 Meta 最大的催化剂就是下一季度的财报。如果财报能继续验证广告业务的高增长以及 AI 的转化效率， Meta 很可能会直接突破当前的震荡区间，创出新高。如果财报不及预期也没关系，反而会给我们一个更低的买入价格。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，不要在方向不明的时候盲目进场。讲完了2个个股，我们再来说说接下来即将落地的2个大事件。这2个事件才是决定接下来科技股走势的关键，它们带来的影响会远远超过任何一家公司的财报数据。第一个就是即将公布的 CPI 通胀数据。很多人现在只关心美联储会不会降息，却忽略了通胀粘性带来的巨大风险。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在9月份开始降息，但最近几个月的通胀数据都高于预期，核心通胀的下降速度非常缓慢。如果这次公布的 CPI 数据再次超预期，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会再次往后推，甚至有可能重新讨论加息的可能性。科技股的估值对利率极其敏感，折现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，高估值科技股的合理估值就会下降 10%到 15%。如果美债收益率再次走高，会直接绞杀当前已经非常脆弱的科技股估值。这也是我现在不建议大家急着抄底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 CPI 数据落地之前，所有的抄底行为都是在赌运气，赌数据会符合预期，但一旦数据超预期，你就会承受非常大的亏损。另一件事就是 SpaceX 的 IPO， 这可能是今年全球资本市场最大的事件，也是最容易被散户忽略的流动性抽水机。根据目前的消息， SpaceX 的 IPO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。这次 IPO 的发行价大概在135美元左右，估值超过 1.77 万亿美元，融资规模将达到创纪录的750亿美元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， 没有之一。很多人觉得 SpaceX 上市是好事，会带动整个科技板块和航天板块的情绪，但真正让市场紧张的不是 SpaceX 本身，而是它带来的巨大流动性分流效应。现在本来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就已经在收紧，美联储一直在缩表，这么大规模的 IPO 会从整个美股市场抽走大量的资金。本来可能会流入微软 Meta 这些股票的资金，现在都在等着去打新 SpaceX， 而且现在有大量的场外资金在观望，等着抄底科技股。但这些资金里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预留了额度，准备参与 SpaceX 的 IPO， 这会进一步加剧科技股的下跌压力。我观察到最近很多对冲基金已经开始减持科技股，腾出资金准备参与 SpaceX 的打新。
这种资金的转移会在 IPO 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持续对科技股形成压制。很多散户没有意识到流动性的重要性，股价的上涨本质上是资金推动的。当市场里的钱都被抽走去打新的时候，再好的基本面也撑不住股价的上涨。现在很多人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只看个股的基本面，不看宏观的流动性环境。在流动性收紧的时候，再好的股票也会下跌。只有当流动性重新宽松的时候，基本面才会成为股价上涨的动力。所以现在的策略非常明确，就是放弃接飞刀，耐心等待趋势确认之后的打折票。很多人觉得等待是浪费机会，但在趋势性下跌的过程中，等待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在熊市里，抄底的成功率不到20%，大部分人都会抄在半山腰，然后在真正的底部到来之前，已经亏得没有子弹了。那个时候，就算出现了真正的机会，你也抓不住。我个人的判断是，科技股的长期逻辑没有变 ，AI 仍然是未来10年最大的产业趋势。但短期来看，宏观环境的变化和流动性的收紧，会让科技股经历一轮痛苦的估值回归，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短空长多的策略。短期之内不要盲目抄底，不要做左侧交易，耐心等待 CPI 数据落地， SpaceX Expo 完成，市场的不确定性被充分消化之后，再去寻找机会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现在看起来很贵的股票都会变成真正的便宜货。巴菲特说过，别人贪婪我恐惧，别人恐惧我贪婪。但很多人都把这句话理解错了，他们觉得只要别人开始恐惧，就要立刻冲进去买。但实际上，巴菲特的贪婪是在别人恐惧了很久之后，在市场真正出现恐慌性抛售，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，才会慢慢出手。现在市场还没有到真正恐慌的时候，很多人还在期待反弹，还在想着抄底。只有当大部分人都绝望了，都觉得科技股再也涨不起来了，真正的底部才会到来。我建议你接下来把手里的子弹留好，不要急着打出去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保住本金，不要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把本金亏光。等到市场真正出现恐慌性下跌，等到所有人都在喊着要割肉离场的时候，再拿着你的子弹慢慢买入那些基本面扎实、估值合理的好公司。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买到打折票。你觉得微软和 Meta 谁会先创出新高？你现在是选择观望，还是已经开始分批建仓了？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最热的时候多一点冷静判断，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多一点理性思考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，市场里没有任何人能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势。今天这期内容只是基于公开信息和我个人的研究做出的分析，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察市场的角度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基于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独立判断。金融市场永远充满不确定性，任何看起来确定的机会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你没有预料到的风险。